好久不见了，思璇。我想见你，我要去跟他们说。澳洲墨尔本大学对同志家庭小孩的身心健康进行研究显示，同志家长抚养的孩子在成就、心理健康和社交及其他方面，和其他孩子并没有什么不同。同志家庭小孩在总体健康状况及家庭凝聚力上的得分，甚至比一般家庭的小孩更高。有1/2异性恋家庭小孩是意外的礼物。而同志家庭的组成，孩子的拥有却大多是深思熟虑后做出选择，为彼此努力的成果。在积极争取的背后，同志家庭有多少不为人知的难为与辛酸呢？今天就让他们说出同志家庭最平凡的幸福。小孩，我们什么都做得到，听听他们怎么说。让我们欢迎12位的彩虹联盟的朋友 ，Hello， 欢迎你们。开心吗？开心。你们很棒，你们是跨时代的人物，好不好？你们是最特别的。有没有人曾经想要领养小孩，或者是想要拥有自己的小孩的？有没有？老后。我其实很想有自己血缘的小孩，因为自己血缘，对，因为我觉得我以后小孩应该长得还蛮好看的。你是弟弟嘛？那你哥哥有持相反的意见？我不太敢为什么？因为我对于目前的现况比较没有信心。你好严肃，我对啊，我平常没那么严肃。如果另外一方很想要怎么办？你不能一直跟他讲这些道理啊！就跟他讲说生小孩会痛就好了。女生吗？那些小光呢？很想要小 baby， 因为小 baby 很可爱，但是长大是有一点会过分了，对，有时候会很过分，但是还是很可爱，因为以后你老了还是需要有一个小朋友陪伴，是不是 ？Tracy， 我当然想要小孩啊！你想要自己生？当然，我想要看我自己的小孩长怎样。我想要领养小孩，因为他们都是想要生，可是我想要领养，因为我觉得生，你看像我对于你自己的基因没有。然后我觉得我的基因很大，基因很大，基因很大。没有继续。OK， 听我说，因为如果是我跟我男朋友的，怎么样都不会有我们2个的基因啊。对，所以我就觉得领养小孩其实也不错，因为他们在安置机构，其实我觉得我跟我男朋友可以，或是老公可以给他比安置机构更多的爱。可是不是有那个可以那个吗？在国外可以有代理孕母啊，有你的精子啊，配上你知道，也许不要娶老师的，你觉得怎样？那好啊，你不要逼我，我也会打。老师跟他我有点想哭。我现在年纪，我什么都可以，我都可以，来吧。假如说自己的小孩还是同志，你们会排斥吗？还是什么？怎么会？当然不会啊！为什么会？当然不会啊！多一个人可以聊天啊。多一个。对啊。像你们家就一次生2个啊。2个都是同志，就是妹妹跟姐姐也是，对。你也是。还有人4个的了。4个，谁是4个？我2个姐姐是蕾丝边，然后弟弟也是 gay。哇！我好奇你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呢？第一个。爸爸妈妈是不是也都是啊？我也怀疑我妈是婆。真假？基因很。所以你们在讨论的时候有经过抗战吗？还是我姐姐有，但是我没有，因为我已经看前面的例子，就是我姐姐当时发生就是一些家庭战争。那你要感谢。后来我想说，那我还是先自己承认好了。我妈也在我耳边说，你最好不要变 gay， 你最好不要变 gay。可是你早就是了。我小时候就是了。多小？我好奇是你们在我国小就已经知道我自己是 gay。国小。因为我就是在偷用我姐的电脑，然后就不小心有看到 G 片的一格，然后我想我就打开来看，然后我一看就觉得天哪，好兴奋哦！哇，这么小就会。姐的电脑里面
小看 G 片，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我姐是蕾丝边却看 G 片，也都是国小，所以幼稚园吗？就因为那时候我表哥，因为我有2个表哥，他们非常非常帅，然后帅到以前有个就暗恋他们，没图没没有，他们就很喜欢裸上身，然后就抱着我睡觉啊。真的假的？那你表哥是他们不是，可能他只是以前是照顾篮球队的，你就很，然后又是费洛蒙的味道，很小就小时候就这样子被涂。我们小时候都会偷看我们表哥洗澡。好，各位冷静。我们今天还是有请到一些来宾跟各位分享一下的。是。今天节目中也邀请了3组特别来宾，要来跟彩虹联盟的学员们一起分享人生经验。第一位是为了有小孩，请前妻提供卵子，自己去泰国当孕母，生下一位混血女孩的 Jovi。第2组是在加拿大注册结婚已经11年，目前双方都在台北工作与生活的同志伴侣楷模 Stewart 和 Derek。最后一位则邀请到同志家庭权益促进会的 Loopy， 要来教导并分享同志们若要领养小孩的相关规定法条以及注意事项哦。同志朋友他们可以依循什么法规领养小孩呢？同志婚姻还在立法院，对，就还在议事，是，所以那如果依照民法的话，民法的话，其实收养只能单独的，除非你们是夫妻。所以如果同志婚姻通过了，同志的结婚的同志就可以共同领养，但目前的话还是只有单身，就是单独领养。单身可以。那我懂了，因为我知道 Stewart 跟 Derek 你们就在现在考虑，你们是不是想要领养一个小孩，或是怎么样，对不对？我可不可以想了解一下你们当初怎么认识，怎么在一起的？在多伦多大学。谁搭讪谁？其实，在那个他偷看你洗澡，跟他一样吗？怎样？其实当时我们2个都在一个那个多伦多大学的同志聚会里面。是一见钟情，是 love at first sight 吗？不是，不是一见钟情，不是，吉利耶。那第几个晚上他去你家？在中间的休息站，我忘记了。第2个晚上就。我好奇，你想要学一点好不好？我好奇，这样算快吗？很正常，正常了。第1天就该回去了，可以调对。一眼瞬间。OK， 第几个晚上？第几个晚上？要3个月过。你放屁！谁放屁？可以去家里泡泡茶，但不可以去房间做运动。等一下，那所以 Stewart 跟 Derek， 那你们到现在多少年了？我们在一起快15年，15年了，结婚了快12年。哇，真爱。等一下，我不相信，然后你们都没有出轨吗？都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吗？都这么爱吗 ？Derek 就笑了，Derek 笑了，是谁？拉大了，太浪漫了吧！这个形容诡异。不，因为我们经常不在一起住。为什么不在一起住？因为我在多伦多，在加拿大那边发展，然后他搬到这边来。我们其实6年间没住在一起了。我们住在结婚的时候，我们因为我的工作要我去大陆，对，所以我们住在一起在大陆，然后我们去泰国，我工作。演出 ，OK。你一直在念书啊？活到老，学到老，念书。所以我们在泰国我们在一起，然后大陆每天都在一起，对，就每天每个小时在一起，我们就觉得太过分了，所以我们就真的。后来我们就决定要分开，就我到加拿大去发展，然后他来台湾这边发展 ，OK。然后我们现在又觉得太过分了 ，OK。太远了，又要在一起了。对。哦，那你们的朋友或父母对你们组成一个家庭是反对还是赞成？他们都没有问题啊。2个爸妈都赞成吗？我妈妈接受，但是我爸爸很保守、很传统的。彩虹联盟的朋友有没有谁的家庭是到现在还是反对的？真的吗？你们吗？我们爸妈，对，而且你们兄弟都是嘿，所以2个都天才，都这么帅哎。谢谢，你也很漂亮。真的吗？你为什么？我跟你讲，每次只要有人说我好，我就特别开心，要走一下，放松一下，对啊。那如果说，今天我他不太会再回到，对，回到你幼稚园之前好了，就像你2岁的时候，你看到我会有感觉吗？我可以捐给你了。
讯息约后积分功能，不留烦恼，不留痕迹。现在就下载 Boyfriend 男同志交友软体，发现你的精彩人生。你说，爸爸妈妈怎样？对，其实我爸妈刚知道我是蛇，其实他们还蛮生气的。然后一开始我跟我妈有一次就劈头问说那个人是不是你男朋友？然后结果我就说承认说是，可我看到他快要生气那一刹那，我就跟他讲开玩笑的啦，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妈妈，我真的觉得你好棒，因为别人的小孩就知道自己出柜之后就会被赶出去，可你竟然没有，你这样你真的好爱我，我也好。在他说出那句话之前，你先堵住他的嘴，对，然后他就很聪明，没有，我只想线上，对，可是他现在还在，有时候还是帮我介绍女朋友。还是有安排相亲，就是楼下的妹妹啊，可不可以教英文？然后楼上姐姐，然后隔壁栋那是当 model， 你要不要去？这样，整个社区的母的都给你可以就是以后可以 pass 给我，知道？就是你的妈妈还是认为有一天她可以把你再转回去，对，还是有这个期待，对，不可能的，是真的不可能吗？你有可能吗？你告诉你，我们选我。我拿手绝活，你有可能他就有可能，对不对？他有可能你就有可能，对不对？不要再考验我的定力啊！我想受精，留一个位置给你坐。我可以把基因给你们。OK， 好，那我要问一下 Jovi 啊，就是在什么状况之下，你对于拥有小孩这件事情付诸了行动？我是在座里面唯一有小孩，真的有小孩。哦，你是真的有小孩？真的自己？对啊，真的。小孩是不是我的基因，我真的无所谓，我都会爱他。OK。然后，因为我本身就有僵直性脊椎炎的遗传病，大家一定有骑车雷惨过吧？对。雷惨了，那种痛的感觉大概维持了3年半，然后每天都痛，没有办法起床，没有办法自己起床，然后小孩在旁边哭，你还是要想办法转过去喂。对，要用滚的。对，就是撑着身体过去喂奶。是血泪史。那 Jovi， 你刚刚说你去泰国嘛，对不对？但是我知道很多人应该跟你一样，就是在去泰国之前，也许你有没有尝试去其他的国家？美国、英国、欧洲，你有试过吗？为什么决定了泰国？我那时候英文很差，然后我们其实存款也有限，然后我们像做试管做人工生殖有分 IUI 跟 IVF， 这是医疗方面的。IUI 的费用比较便宜，但是它成功洗涤过的精子用针管的方式注入到你的子宫颈里面，然后帮助受孕。另外一个呢 ，IVF 就是传统的试管婴儿，但是它试管婴儿的方式是不是用自体的卵子，是可以用别人的卵，就是所谓的卵子捐赠。然后我们那时候打了很多国家的电话，其实真的很辛苦，因为英文很差，然后 Google 翻译在那边。然后please wait a moment， 那个字什么，然后还要按出来，然后接着念下一个字，然后真的到最后真的太差了，差到后来是请伴侣的前妻的弟弟，因为他在英国念书，英文比较好，然后我们请他帮我们打电话，然后第一句话沟通，他说我们要聊之前要先缴200块美金的洽商费。洽商费只是洽商，只是问一下，那等于6、7千块台币耶，是律师随便问一下。没有，他只是随便问你的健康状况，你几岁，怎样，就要这个钱先进去，他还没有帮你做任何治疗。然后我们最后就是比较了，几乎是电话打遍全世界吧。然后比较了非常多的国家，才考虑去泰国，因为那时候真的费用有比较便宜。那别的国家大概是几倍？是泰国的几倍呢？2、3倍啊。那泰国花多少钱？我们花45万，不包含医疗。天啊，只有包含医疗也就45万。那还包括其他你要去啊，还有机票啊、住啊。那时候就很害怕失败，所以我们就住在很便宜的民宿，一个月只花了1万块台币。所有那个不孕症的家庭都是这样啊，经过这些事情，大家都是这样熬过。听到这一些。很可怕。安娜会不会还想要怀孕？因为我觉得小孩都一样可爱，所以我觉得可以领养小孩就好了。就用领养的方式。对，因为台湾的孤儿实在太多。但是我觉得金大班妈妈长看起来她很想要小孩，一看就是一个你知道好妈妈的样子。对。怎么可能？你一看就是你很会帮你小孩打扮啊。对啊。要跟他玩啊。我对人类没有耐心真的是不会，因为他是幼崽就比较好啊。对啊。我先回一下金大班，因为刚刚不好意思，因为我年轻的时候也很不喜欢小孩，很 amazing。然后那时候我也没有想过会改变这么多。其实你要有小孩，你真的会，你要想到你是怎么去改变你自己，为了他可以做些什么。对，然后他是一个生命，他会改变这个世界。你要相信他会改变这个世界，你也会因为他而改变你自己。然后我都跟我女儿说那个影片呢，
他从小都是跟我们家的猫咪长大的。对。然后他第一声哭的时候，我就想，完蛋了，18年的责任来了。我不是喜悦我当妈妈了，我是想到这是一个责任。然后我从他一出生开始，我就用大人的方式带他，用大人的方式对待他。当然我也会有崩溃的时候啊，因为人都是会崩溃。然后就是用比较大人的方式，你是说不跟他讲 baby talk， 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这样。因为像我已经跟前妻离婚了，所以他有的时候周末是前妻的时间，妈妈 stay， 所以他会吵着说他要跟妈咪去露营。比如说我上礼拜忘了去立法院，然后他就跟我说我要跟妈咪去立法院，然后我说为什么？他就说因为这样子我的身份证才会有妈咪跟妈妈的名字。然后我就觉得对，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让我很感动的小孩，因为非常对他3岁半哎，像我现在有疾病，所以我要定期的吃药，他每天早上都是。如果他有记得的话，他会帮我拿药，会倒水，然后早上也会自己做早餐。就是3岁半他做什么？对，果酱抹吐司。对，但他会自己开冰箱开那个罐头。3岁半还蛮3岁半就是幼稚园的，拿起来就拿得到啦，因为他比较高啦，他有100公分。你今天怎么没带他来呢？叫他可以来举办。我带他来我就不用，你们就只是听到他一直妈咪，然后要我抱，很可怕好吗？那你的家长现在也非常爱的这个，对他太宠了，我妈太宠了。AJ 有什么话要说？可我想的是37岁之前先进行冻卵，就是让我现在就是想象自己有小孩是觉得就是无法接受那一种。对，那你现在几岁？今年他已经36岁半了。对，但是我现在还有多少时间？他已经冻完卵了，2年时间了。不过从今年就会开始着手这件事情。就是冻卵这件事情。假如说想法改变的时候，还是想要没有，就是因为我现在，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很晚熟那一种，对，可能就是到40几岁可能才会想有小孩。对，Stuart 应该是我先给你养吧。你们会想要领养？可以给我，可以负责。我生的。会有想要小孩吗？我30岁的时候 ，Derek 是25岁，所以30岁的时候我要。我问他你要小孩子，他说不要。对，但他30岁应该也想要了，对不对？他30岁的时候，对，他要，我就开始要。The clock kicking， 对。可是我说现在没有办法。你不想要？对。如果我们要小孩子，我们要现在决定。真的吗？那会是台湾的 baby 吗？还是什么哪里的 baby？是加拿大的，因为在台湾我们应该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对，可是在加拿大我们可以做领养。是领养还是用你们自己的？我不是我说精子啊，精子啊，对。我知道我有一点胖，可是我不是那么胖有，但其实那个是变嘛。所以你们说是领养吗？会是领养吗？没有，是领养。那好，那我就要问 Loopy 了，因为我知道，你看我们刚刚听了这么多，男生通常都 prefer 领养，女生大部分你看都是要自己要生。那这个是一个正常的状况吗？因为应该是目前同家会里面啊，大部分的同志家长可能是女同志，就女同志妈妈，对，她可以她自己生。那如果男同志的话，当然可能会找代孕，但台湾还是不行嘛，不论是异性恋、同性恋都不行，代孕在台湾还没合法。那所以你可能要去国外，那其实代孕的费用是更高昂的。你看你光自己做人工生殖就这么贵了，何况你是请别人？对。教育小孩的过程中，有没有小孩子他们会比较早熟，还是比较发生一些比较特殊的事情？同志家庭的小孩，其实我觉得他自己本身是 OK 的，但是就是当他如果到外面跟其他人接触，譬如说到学校，然后或者是在一般的时候，人家可能就会问说，哎，你的爸爸妈妈呢？那时候就是家长要怎么教小朋友回答，或家长怎么去面对，对啊，那确实是一个问题。而且你知道，像在台湾或国外都会有 Father's Day 或 Mother's Day， 然后妈妈今天是妈妈日，大家带妈妈来，他是爸爸来，你知道或者是什么？对，那他们如果这时候他带了爸爸来，那别的同学就会说，哎，那你妈妈呢？对不对？对，所以其实有的家长就会建议说，其实如果因为像英文里面不是有个 parent 吗 ？parent 其实他就没有分爸妈，对。然后那也有我们有发现有的女同志家庭很可爱哦，就一开始他们可能跟宝宝说，哎，我是妈妈，我是妈咪。可是他去学校了以后，他就回来自己分，他可能比较 T 的那个妈妈，他就说你是爸爸，你是妈妈，他就这样叫了，他自己也不会搞混。然后他去幼稚园的时候，其实同学就会说，哎，那
那个某某某，你的爸爸来了，他们就直接指他。对，所以其实很有趣，就是他那个称谓其实是很好。等一下，那 Stuart 跟 Derek 那怎么叫爸爸跟妈妈呢？你们有想吗？你们可以讨论看看。还是说是爸爸跟爸爸？就是爸爸跟爸爸跟爸爸。对啊，爸爸跟爸爸。可以。对，我有听过 Daddy 跟那个什么Papa 对 Papa 跟 Daddy 对 Papa 跟 Daddy 有这样子。讯息约后积分功能，不留烦恼，不留痕迹。现在就下载 Boyfriend 男同志交友软体，发现你的精彩人生。那我先问一下，对你们来讲，养小孩最尴尬、最麻烦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对，比较有可能会是，就是当他突然有意识到，就是进到家庭之后，就进到学校之后，跟其他人家庭不一样的时候，对，因为其实我有一个朋友，他其实就是也是一样是同志父母，对，是2个妈妈，然后他们就是反而是学校老师。对，问他说：“你看你的家庭跟其他家庭不一样。”那后来他就会哭着说：“妈妈，为什么我们跟其他的家庭不一样？”对啊，对我其实我觉得小朋友通常应该不会，我以前都是这个手。我以前国小被叫尿意，我就哭着回家。为什么我要叫尿意？是我的本名的。对，为什么叫尿意？为什么？本名吗？本名啊，就会觉得很难过。我比较担心的是小孩长大的时候，我不晓得小孩的思想在想什么。因为像我的话，我小时候就是非常负面的人。我很时常觉得我不是家里生的小孩，然后我就很怕我的小孩会不会就是有这种想法，或是很负面。爸爸妈妈对你们4个小孩这么包容，你应该觉得说哇，拥有一个家是多好的事情，你应该很想要有自己的家才对。因为小时候是你不会懂说家庭关系要怎么样，你只会觉得哦，我妈好像对我弟比较好，然后我爸好像对我姐比较好，那我嘞？然后我跟家人又长得不太像，而且全家人都是 B 型，我是 O 型。哎呀，跟我一样，我也是 O 哎。对，所以我那时候小时候还不懂，就觉得天哪，会不会是领养的？对，所以我就会觉得很负面。但现在长大后就觉得你是最帅的，最棒的。的确是。好了，对，最有成就的，对不对？真的啊。Tracy 呢 ？Tracy 呢？就好比。叶一凡讲的，他可能会觉得自己负面，但是父母可能会自己不自知。对，那小孩又不讲，有时候就是小孩他隐藏的太好了。有时候你看3岁就知道立法院，对不对？那6岁会知道什么？对啊，小时候就隐藏的很好，那我们父母无法就是知道的话，那长大扭曲怎么办 ？OK， 好，就不好意思，我可以那个打断一下吗？因为我女儿1岁半的时候，她就问我说，我的爸爸在哪里？对呀，1岁半，然后我们就老实的跟他讲说，你有妈咪跟妈妈，你的好朋友谁谁谁有爸爸跟妈妈，一个家庭里面就是会有2个家长，每个人都一样，都有2个家长。有些小朋友没有家长，他们很可怜。你很幸福，你有2个妈妈，我们每天都在陪着你，我们都非常非常的爱，所以他现在都会觉得，如果我能有更多的妈妈就好了。就是一个阶段会有不一样。对，你要让他知道。然后呢？我比较担心小孩就是我曾经有遇过，因为婴儿他们会有一个就是吸母乳的反射嘛，然后我就很怕他们如果要跟我要奶奶的话怎么办？好，之前有一个表弟，然后他在婴儿的时候，因为我也是一个很喜欢裸上身睡的一个表哥，然后所以他就有那个表弟啊，他就1岁左右吧，然后他就看着我的胸部，然后他很好奇，然后就突然吸进去了，然后就然后那时候1岁左右吧，对，然后吸进去，然后你就觉得很舒服，可是那有点爽了，就是你不可以，可是好，就是这种感觉很尴尬，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如果 baby 要的话，对不对？对，之后可能就是你有想过你表弟的感受？所以你说怎么样？所以之后会怎么样？之后可能就是要设计一些奶瓶吧，就以后他吸的时候就把它这样撬开，然后这样吸，给他喂奶这样。那嗨波呢？喂母乳是一件非常健康的事情，我会希望给他最好的。可是我会希望我自己生，所以会请代理孕母嘛。可是你知道代理孕母都要在国外，是送到台湾都变酸奶了吧？对，你要找一个有一份附近的，超远100公尺的。我想要人奶。你有预计自己几岁要有自己的 baby 吗？我还是要看这个社会现象。对你刚刚有讲你未必嘛，对不对？对。因为就是如果这个大家是很普及化，能够接受的话，我觉得它会进步的非常非常快。对，可能在你30岁之前就会。那个立马就会有2个。
真的假的？因为我不会，对不起。太激动了哈。因为我不会让他一个人孤零零的长大。对。哦，好，那孤零，那我再问一下 Jovi， 那你会想再生第二个吗？会啊，但是现在经济能力有限，就等下再存再多一点钱再做，对不对？学费很可怕哦。对，有没有想过？而且养孩子更就给妈妈养啦。他是你的孩子，他是你的责任。对，你要母语有肩膀好吗？阿该。可是我对家庭有不一样的看法，因为像他们说，我对你的头发有不一样的看法。美吧。像，因为其实很多家庭也不是都一定是一个爸爸一个妈妈。像我如果会结婚的话是2个，就是我跟我老公嘛。可是像有些人他们可能你也不是，然后因为有些人他们可能不是爷爷带大的啊，或是奶奶带大，我可能会更倾向跟他讲说。就是 baby， 我们世界上本来就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家庭，就是你有2个爸爸，有些人是跟阿嬷长大，有些人是跟阿公啊，有些人是跟阿姨，就是本来就有不同的家庭。可是幸福最重要，我们给你的爱永远不会比别人少。没错。等等，我有点好奇，我想听听那个 Elson 的意见。是，好，性教育是比较麻烦的，是。对，而且我觉得，因为我现在是跨性别嘛，我现在只做了上半身，还有在打荷尔蒙。我下半身还没有打算要做，因为我觉得身体的风险会比较高。是，所以我觉得如果之后是生女生的话，因为我是奶奶带大的，所以我不太了解女生的状况。以前我奶奶带大，她从来没有带我去买过胸罩，所以我根本都不知道怎么买。之后如果是男生的话，我又不了解他们的生理结构，如果他起来的话，然后你可以找我，这边有很多人可以认识，这蛮多可以咨询。但是所以 Elson 你是可以自己怀的嘛，对不对？对。可是我现在没有来了，因为我打荷尔蒙，那个停打了1个月就停掉。那你说你做这边是的意思是？已经疏胸手术，缩胸。对。把它拿掉。刚做2个月，刚好2个月。那会痛吗？现在会不舒服吗？不会痛。这边都有做手术。旁边拍一个。那可以让我看一下，你不介意让我看一下吗？可以啊，没问题。你可以看一下吗？可以啊。有考虑过？现在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可以让我看一下。可以啊，可以。真的假的？后面有很多人也想看。等一下，可以转过来了。转过来呢。18集了，第18集。OK。这个节目怎么变到这里来？超讨厌是我要去收金。AJ 会想要做吗？徐小瓜举手地想。因为其实我对我自己的大胸部是很困扰，很大，对，非常。来看吧，我介绍你。不要，冷静，冷静，我要看，冷静。我告诉你们，我一个人看就好。这个可以。不要了，不利了，低耶！你要大，徐老师不是有吗？就大的吧。老师 ，teacher， 妈呢？好好啊，口水，太好了。没有，可我有一个就是，因为我交往女朋友，其实他们很热爱我的胸部，然后我觉得就是我这样就是缩胸，也不是想要你这样说，可能要说3天3夜的缩。他刚刚说他1个小时，奶汁太多了，说完小孩上小学。妈，我在等你的母乳，但我已经长大了。不要浪费你的母乳，可以捐给他们啊。对，可以捐给他，对，我可以捐给你。AJ，你刚说你说你什么？因为我觉得因为就是在对方都会很喜欢，就是我的胸部，然后就觉得很好玩弄啊什么的，很好玩。消息一下这个，我们刚刚不是还很知性吗 ？detail 是不是？我就觉得说，如果是可以取悦对方，当然也是很好啊。对，可当我就是跟对方讲这个想法的时候，对方就觉得说，你就是女生，你干嘛要就是这个就是你应该去展现他啊？那你现在看他怎么有一种敬仰的感觉？没有觉得，因为他胸部很小啊。没有，我想了他的胸部因为我觉得我从小很喜欢那种就是很骨感啊、平胸的那一种美，但是倒不是因为我觉得说，自己要一定要变成是很男性化的那种 T 或什么的。我觉得我的想法只是
追求外表的一个利落，可是要跟跨性别的那样的想法，就是。可是你殊不知骨感的女生可能很向往大胸部。对，都是这样子。对，这样你不要，因为我觉得还蛮妙，因为我妈妈跟我姐都是属于就是小胸部的女生，对，所以我也不知道我可能是遗传到。谁阿姨或是什么？又是邮差。续期约后积分功能，不留烦恼，不留痕迹。现在就下载 Boyfriend 男同志交友软体，发现你的精彩人生。回来要自信一点点。对，来问一下 Joby， 目前你照顾小孩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难题？比如他就看到很多小朋友聚在那边一起玩，他就很开心的就自己坐在里面，就想要参加。跟他们其他的小朋友就说：“哎呀，外国来的小朋友，国外的妹妹，她不会讲中文，我们不要跟她玩。”然后他就很伤心，可是他又不想要说话去抗中文好得很了，他会说中文，他中文说好了，可是英文他都听得懂啊，所以心里会难过，所以他就默默的离开了，然后心情很不好，然后很生气。他应该说，我是啊，我长得像外国人，但我中文好得很，而且我还去立法院呢。我都知道大人们都在干嘛，好不好？都会的。我在为同志的婚姻在努力中。对，好烦。3岁半。好好笑。那要不要问问彩虹联盟来问一下，如果你们遭到外界质疑的话，你们会怎么做？我有2个版本，一个是真心话版本，真心话版本就是干你什么事啊？直接说吗？对，真心话，真心话，但是有官腔版的。对，官腔版就是呢，就是或许在你的认知里面，就是一个小孩要有爸爸跟妈妈，这个家庭才会完整。可是就像阿该讲的，就是我觉得我们既然已经有这个责任去养育这个小孩，我们给他的爱一定会是一样的。所以如果你会觉得说小孩会遭受排挤或压力的话，那我觉得你就是那个压力源。对，你懂。我的话，我自己有在进行一个比较小的实验，就是每一次搭计程车的时候，其实我跟我女朋友在讲电话的时候，就会说，哎，那宝贝，我等下去你家找你等等，然后司机就会说，哎，你小姐，你等下是不是要去找男朋友？但我都会很直接说，哦，我等下去找我女朋友。对，找你女朋友。对，然后司机们就会沉默一阵子，然后就开始就是连环问。有一次遇到一个司机比较夸张，说，那我可以问一下你们女生跟女生是怎么那个吗？很委婉。是，但我觉得一个司机这样问我。对，但我觉得我很乐意，就是给一般大家分享，因为他们这辈子学不到这件事，我们就很热心的说，哦，你们就只有用手指。就手指，就直接说啊，对啊，开车不然呢？你确定吗？他开始本来是这样握，然后变成这样握。第几指？他说第几指？练力道。对，但他们想知道，我就觉得我很乐意分享。那他说他觉得可以接受，他觉得女生跟女生他 OK，然后他就可能说，哎，可是我看到男生我就觉得不舒服，那我就会说，我看到男生跟女生，我也觉得有点不舒服。对，之类的。等一下，那个 AJ 要说什么？然后因为我昨天刚好遇到一个司机问我，就是完全一样的问题。怎么会问你？是同一个吗？另外一个人上车？你在车上吗？没有，我一说上车，他说，哎，先生，你不会是男生吧？我说不是啊，我是女生啊。然后接着他又说，那你该不会是我说哦，你说女同志吗？对啊，我是女同志啊。如果他们都开始问了的话，所以就表示说越来越普及了，而且他是最敏锐的一群，非常好。因为我跟你讲，每一次在选举的时候，他们说谁会上谁就会上。所以他们如果都有这个意识，就知道他会散播给大家的，你知道吗？是的，太梦幻了。问一下 Elson， 我知道你在工作上面会不会有一点点不平等的对待呢？我刚换了一个新的老板，是女的，以前男的那个就比较开放，那女的那个就她比较不太能接受，她都会暗地说，因为都会有客人来啊，都是饮食的餐业，就她都说，哎，怎么都不男不女的，就这样子，我就赶快就躲起来，躲进厨房里面，因为我不想跟他对话，听到这些。虽然他没有刻意讲我，可是我心里觉得啦，他是在讲我啦。对，我在有遇过，而且也是以前做港式饮茶餐厅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学生，然后打工。其实我做任何的打工，一开始都很容易被讨厌。
就是而且讲的都是不是一样。因为发型的关系？不是，没有，我觉得是穿着，我觉得可能是漂亮，太漂亮。没有，我对你今天的装扮我有一点好奇，你这个 T 恤下面，我跟你说，对呀，天哪，是蛇皮的呢。这是豹纹。这一节的目的是什么？这一节它是就是弹性的布，大家就可以知道那个。想要购买这个衣服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节目，因为这个小弟，我觉得他们趁我的身份。好，回到那个，自己拉回来。你很厉害。打工的时候也是在港式餐厅，就是老板就很不友善，然后其他吧台，因为你知道他们的通常内场的人都会比较阳刚一些，对。然后我一开始进去的时候就有一直被嫌，因为我就是上班分贝又会比较高，我说哦3桌有那个冻柠茶，黑点什么之类，就会这样子。然后老板他们就很不友善，内场师傅那时候还会就是客人比较少的时候就会直接呛我，就会说什么哦这不男不女的啊，为什么讲话要这样？你不能正常点讲话吗？然后我就会说正常点讲话。正常点讲话，就是还是一样。然后，那你的声音能够放低一点吗？放低的，如果放很低，应该可以。3桌来冻柠茶，不行了，这是正常讲话，上班会很慢的。太阳一直低了。可是我觉得他们需要时间，因为后来我们大家去 KTV 什么出去玩了以后，他们超爱我，就是那个老师傅以前呛过我，就会就是贴到说师傅摸我。他超开心，他后来还想要收我当学徒OK， 所以反而在聚会的时候慢慢化解了。对，我觉得他们只是需要了解。对，一开始可能陌生不懂嘛，所以会有隔阂。那小瓜呢？所谓的不男不女，所有人都是中性，没有人。你看妈妈突然很温柔，突然小孩发脾气就打他，故意把他打脸。对，超 man 超 man。然后有一些男生他说哦超 man 练肌肉，我的朋友健身教练练肌肉，然后蟑螂跑出来，我整个发火什么不男不女，每个人都是中性的，所以没有这个问题。出来，什么？多好！差不多啊 ，OK， 差不多要进行一些我觉得挺好的，这样展现自己很好，就是大家冷静一下，对啊，回到，因为我们要考验你们是能不能成为一个很棒的那个父亲或者母亲，所以你们要有有一个进阶版，先学习一下喂养自己的小孩，好不好？你看我都语无伦次。讯息约后积分功能，不留烦恼，不留痕迹。现在就下载 Boyfriend 男同志交友软体，发现你的精彩人生。现在要来现场大考验，谁会是未来最好的好爸爸或好妈妈？是的 ，OK。好的，我们来考验谁是好爸爸，谁是好妈妈。计时3分钟内要包好尿布，泡好内内，然后打扮好婴儿，好带他出门，好不好？如果输的话，就要抱你自己的那个巨婴。等一下，我比较好奇，我想问一下那个LoHo，你怎么会生出这样的小孩？怎么会生出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对啊，过程。对啊，到底是怎么了？大概是开10指了吧？10指交迫。爸爸他们都这样。好，不要吵，身体很辛苦。好的，开始 ，Baby， 请 Baby 就位，可以吗？好饿哦！好，准备了 ，Baby 准备好了吗？爸爸准备好了吗？好了，你们准备好了吗？好 ，OK， 计时开始。快点！要乱动，爸爸，哇，你这个 baby 下半身太大了吧？最强的。
喝完哦，那个奶瓶有开吗？没有开动。长大了，爸爸你泡好多，结块。爸爸你泡太多，我没有那么饿。我刚讲，我看一下为什么饿啊？等一下，一奶啊！戴好帽子哦！来，戴好帽子，帽子来。你在干嘛？你要帮我专心吃，你要帮我扶着。想要啊，我也想要。这头太炸断，被吸成这样。为什么？最后10秒要把 baby 自抱起来啊！把 baby 我告诉你们完成了。完了吗？不要这样踩哦！哎呀，好完美！奶头都歪掉了。几秒？9、8、7、6、5、4、3、2、1。阿该，你为什么要从酒家女人跑过去？你为什么这样走啊？你为什么早熟的婴儿？职业病啦，职业病。好，我们应该要看看我们来宾来做，觉得 Luffy， 你觉得哪一个对 Luffy， 你觉得哪一对比较适合当爸爸？比较有这个资格，对，做的比较完整比较好。完成度比较高是这边，但那边还蛮有耐心的。对，我觉得比较有爱。就虽然比较慢，但是甚至想要那个喂奶的感觉，有那种感觉出来。你很想喂？没有，巧克力的。那 Stuart 呢？我很喜欢他的头发，这个 baby 的头发。我还会 dancing。但是呢。可是他是比较方便的 baby。比较乖，对不对？比较乖，可以教嘛，对。好，所以两边各一票了，对不对？没有，那两个都投这边吗？对。那你呢？对啊，你比较喜欢？为什么？因为他坐你身上，对不对？对，因为他选我了。OK。你要选谁？太多了 ，baby。OK， 好，那关键性的一票 Joey。拉票。对，我其实我比较喜欢那一边，因为他比较有耐心。他不是这一种的，你搞错了，他不是这一种的。不要你这种的。等一下，Joey，你没说完，你说什么？因为他比较有耐心，像他在那个过程中，他还会安抚 baby， 因为我自己有保姆执照啦。然后真的在照顾婴儿的时候，你不要担心时间，根本就没有时间，他们无时无刻都要哭啊。不是因为他们刚刚限制我们时间，所以我们才那么快，不然我也可以很有耐心。重新。没有，你刚刚你那个奶粉泡的有够烂的，结块，他奶粉超浓，都浓是一块，上面喝都不清楚，这很难吃，是他的错，他不清楚。要摇头。好，既然就是2比2，就没有人要被惩罚，不然我本来想叫你们整罐奶粉都吞掉了。好，所以就平手啦，非常的 OK 的。好，今天有3组幸福的同志家庭作为今天这个我们的范例哦，所以我觉得期许应该是让梦想可以组成家庭同志伴侣朋友们能够踏出第一步，然后拥有自己的小孩。我觉得过去来对同志来讲应该是很困难的事情，等于像一道伤疤一样。可是现在却成为可以让彼此能够勇敢承认爱情的这个验证。因为一路走来，同志其实我们大家是非常非常辛苦的。虽然你看我们嘻嘻哈哈做了一集，可是里面有很多血泪史，对，或伤心的，或要克服的过程。刚刚听到 Jovi 在讲，然后听到 Derek 跟 Stuart 他们这个 long distance 的关系，还有 Lupi 他要咨询，或者他们这个协会里面有这么多不同的案例，再加上我们现场，我们彩虹联盟，你看这么可爱的。然后沈东把衣服掀起来让我看了，哎，这个让我摸了，你知道吗？然后每个人很诚实，
我觉得大家都好勇敢，很棒，然后他们也说出他们心里的想法，其实就跟异性恋是一样的嘛。我也想要小孩，我也不要小孩，小孩烦，小孩闹，小孩吵，所以请大家不要是一样的，用另外一种方式看待我们。然后有一天，我觉得台湾也会走向我觉得公平正义的这一天嘛，一定会，一定会。对，而且不要担心，你一定会看得到的，在哪里 ？OK， 所以就是希望大家相信我们，我们也会是好爸爸、好妈妈，我们会有幸福美满快乐的家庭。OK，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再见，拜拜，再见，拜拜，谢谢，谢谢。名字罗后，年龄23岁，星座双鱼，喜欢什么颜色？我喜欢白色跟红色。那你觉得自己是什么颜色？我觉得自己是黑色。去早餐店都点什么？麦香鸡加 cheese 跟一个大冰奶。请举出生命中最重要的家电。家电？电风扇。如果一觉醒来发现变成动物，你觉得你会变成什么？麋鹿，因为麋鹿很帅。三角裤还是四角裤？我穿四角裤紧身。如果可以整形，你想要动哪边？我想要动下巴。吃饭还是吃面？饭。喜欢猫还是喜欢狗？狗。最想当哪一部电影的主角？《边缘历险记》里面的这剑齿虎。全世界最怕谁不理你？我最怕我男朋友不理我。去 KTV 一定会点的歌？小鸡哔哔哟。你看我的那条鸡哟，你看哪里有小鸡哟。好，谢谢，结束了。